大家好，欢迎收看《震惊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宏林。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香港的议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谈非常的多，而且我们也持续在做关注哦。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不用再谈了啦，好像大势已定了，干嘛有什么好谈的？中共看起来现在就用更多强势，加上这些迂腐的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些建制派的目前在把持香港资源的部分，他原来在人的在香港历史上可以扮演一个很不一样的角色，就他们全部都妥协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些人觉得说，加上拜登对于香港的这些议题上面，好像又谈到不强烈的去做一些介入。所以我知道很多的节目就觉得，从这个观众收看、考量等等，不一定会看啊。但我一直说过，震惊最前线很不一样。我们觉得这议题一定会持续来做关注哦。我们也没那么悲观哦。很多人喜欢告诫台湾人说，今日香港就是明日台湾。我真的觉得应该反过来说，今日的香港是明日的中国。也就是当你今天有机会在香港做到更好的，我觉得自由民主的这些机会，它反而是推动了中国民主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前哨战。我相信也是这样子，所以中共害怕了，所以他们用了更大的力道来做一些打击哦。那我想最近这一连串的一个状况是值得我们再持续来做关注哦。那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我们这个透视中国的高级研究员，也是我们台大政治系的荣誉教授，我们明居正老师。老师你好。洪林老师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对香港的朋友非常的关注哦。老实讲，回馈在节目当中来讲，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是，过去我们这个制作单位有给我们那个 podcast 在整个港澳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荣登在第1名哦。显然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传递资讯的一个角色，我们觉得这也非常的荣幸。当然，这个收视最高的部分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真的还是希望香港有更多的朋友搞清楚、觉醒，然后可以做更多的不一样的改变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还是乐观来看待，希望有机会经过我们的努力来做改变哦。那当然不幸的部分是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两会之前，在2月28号这个香港大肆的搜捕过去在这个就所谓的我们谈到的这个泛民派的相关的这些民意代表，以他们非法集会游行，用各种方式做这些我们认为非常粗暴的这些处理哦。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第一就是我过去讲过，我说中共对香港呢可能会越收越紧，所以对于未来1-2年呢，我是比较悲观的。但长期来说，我是比较乐观的。我先说回你刚刚讲的问题哈，这次抓了40几个人，其实原来也在我们意料之中。大概在2019年的事情开始的时候呢，当时我已经做过一些预测，然后到了19年大概年底的时候呢。当时人家问我，我说恐怕现在台面上的这些人呢，大概都会被抓，都会出问题。当时人家要我点名，我就很大胆讲，我说恐怕李柱铭、黎智英这些人都跑不掉。那当然其他的我说恐怕更是如此了。所以这次你说一下抓了多少？其实前后好几波了。那么最新这一波呢，抓了40几个人。所以我觉得几个目的，第一呢，他们是要一步一步的去落实香港版的国安法。也就是说，真的把他们心目中认为说会闹事人这些人全部抓起来，这第一个。第二，你看他这次用的罪名很奇怪，他叫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这个以中共自己法律来说都是不合法的，这都是荒唐的事情。你在1国2制下面，你是推动立法会选举啊，对不对？不管这选举中共把持多严重，毕竟你是有一个选举。在选举的这个规矩当中，就不要说过去，其实中这几年来呢，立法会选举任何选举呢，老百姓是可以自由参加的，你只要符合一定条件是可以参加的。所以在这当中，如果老百姓说我自己办一个非官方初选，合不合法？当然合法。为什么不合法？这不要说是民主国家的正常活动，即便是香港的1国2制下面，它都是可以容许的。我办非官方初选，我说明一些东西，然后我挑一些我认为合适的这些人去参选，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所以初选这事情本身是没有犯法的。第二，他们用的理由是说，你们当中搞了什么叫做蓝草多少步啊？什么，也就是说玉石俱焚多少步。
他说我们现在设计呢，就是现在如果这些推出，大家有了共识，然后我们都去参选，然后我们选到多少席之后，立法会选了多少席之后呢，我们就共同提案，就是看他财政问题什么，然后背给香港政府。他们把这叫做串谋颠覆国家政权，这在每一个国家反对党都可以做这个事情。反对党都可以做这个事情。你把人家这种动作当为非法，那本说明一件事情，你是根本不民主的。所以中国一天这样讲说一国两制什么呢？这个呢，我从头这样子讲说都是骗人的。什么人民民主专政，什么人民民主专政，说穿了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他现在就很明确搬到香港来了。所以第一步呢，这个初选行动是合法的。第二呢，就算他有一个未来的设计，我要去这个背给香港政府，这依然是合法的动作。每一个国家反对党都可以背给政府，只要他能够有足够的票数什么的，他讲出理由，他就可以这样做。换句话说，中国人这样做呢，就是罗织罪名，打击异己。所以最后的目的呢，很明确了。中共就是准备大幅收紧对香港的控制，那么不管他怎么讲，表面讲得再漂亮，实质上是要彻底摧毁一国两制，因为他真的害怕了。对啊，这个部分蛮严重，我必须持平来说啦，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喜欢看我们的节目，是说我们也不是故意撒狗血，然后故意去乱骂人，其实让我们所有的评论都有凭有据哦。我还跟我们在一些同事在聊到说，小粉红好像要骂我们，都是骂一些可能张宁太胖啊或干嘛这样，他我不知道他能骂什么东西，就是说我们的内容大家来好好来做检测嘛。其实这部分我想我们都还距离的部分来说得更清楚哦。所以的确啦，我们现在所看到香港现在做的东西，其实真的就是担心整个香港民主化之后，不断做这些相对应去做摧毁。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对他们自己的没有信心。其实你去看当初香港的朋友很多也说，我在里面从来没有提到所有的诉求，说香港要独立啊，我也同样愿意占领这中国的框架，但连这样的框架事实上给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所以我觉得值得来关注了。那当然这一次苹果日报黎智英的部分哦，当然大家这个被定罪，大家特别来关注台湾，因为苹果日报的报道大家都不陌生，都不断的在追踪这件事情的一些相关发展啊。那当然他做了他什么煽动组织818游行啊等等，为什么会这样子？结果真的会这样子来定罪呢？我看恐怕机会非常大啊，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他是个指标性的人物了。所以那时候我刚才讲我说李柱铭啊、黎智英啊等等呢，乃至其他一些有名的这些立法会议员呢，或者公众人物呢，恐怕都很危险。我特别点名黎智英，是因为他的这个报纸的这个立场。因为中共他如果说真的决心收香港，真的决定要这个结束一国两制，要变成一国一制的话，他就不容许有任何跟他不同的声音出现。而黎智英这份报纸跟这整个集团呢，代表的就是中共最不喜欢的异己的声音。所以我刚刚讲它是一个指标。那既然是指标的话，那现在我要落实港版一国两制，那我要不要摧毁这指标？我一定要摧毁指标。如果不把这个指标摧毁的话，那你们对这件事情就心存侥幸，你们可能会再来搞鬼，所以一定要把指标摧毁。所以我在1年多前我会这样讲的，就是我看中共的决心大概是这样子。那么摧毁指标的下一个目的呢，就杀鸡儆猴，就告诉香港的老百姓说，连黎智英这些人我都可以抓，然后都可以判刑，都可以定罪什么等等，甚至我可以送终。那所以你们绝对不敢呢再往下做了，我就是要打击你们。所以这样产生的结果呢，一定会是寒蝉效应。你说啊，那不就变寒蝉效应？是啊，中共要的就是寒蝉效应，他就是要搞到这一步。那么这样逼下去之后呢，香港老百姓一旦看懂之后呢，大家要明白啊，中共认为说香港的群众结构比台湾还要复杂。大家说，哎，怎么会呢？怎么会这样呢？香港不是比较靠近中国大陆吗？怎么比较复杂呢？中共是这样评论的。中共认为呢，最早住在就是1997年收香港以前啦，或更早一些时间。就大陆也还没有大量移民到香港的时候，香港居民是什么人呢？是离开了中国，跑到英国的殖民地底下生活，然后被殖民政府统治了几十年，这么一个地方。而这些人呢，对祖国是没有向心力的。这是中国认定的第一批人。
第二批人是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大家受不了共产主义跟受不了共产暴政，纷纷逃出去，然后呢又没有足够的钱逃得更远，就直接靠脚逃到香港去的人。所以中国认为这第二类呢是反共的人士。第三类呢是逃过来之后呢，他们生的下一代。这些人是在港英殖民政府下面培育出来的，受的是英国人的教育，受的是反共反华的教育，所以是讨厌我们的。然后第四部分就是中共这统治历来就有很多运动，然后慢慢这陆陆续续逃出去的。当然，中共自己有意移民香港的不算，那个大概就是100万人上下。那个不算的话呢，那香港的700多万人里面，从中国看起来有600多万是不可靠的。所以逻辑是这样。那如果600多万不可靠的话，那我就要想办法对付这600多万。一方面我要靠这100多万，二方面我要靠香港的警队，三方面我要靠隐藏的解放军，然后四方面什么用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最后呢，我一定要杀一刀。这一刀杀下来之后，你看了见血了，你怕了，然后你才不敢乱抓乱动。中共在大陆上就是这样统治的。如果香港的情况在他们心目中是这么复杂的话，他下的手段呢必须比这更狠。所以我觉得黎智英这些人呢，将来会如此。所以会被重判，那甚至可能送终。我当然不希望讲这个话，但你要做预测的话呢，我也必须这样说了。是，这当然也是我们最不乐于看到的一个状况。但就像老师所说，在短期的时间，如果中共的这些政权还是维持如此哦，当然这个部分都值得我们来担忧。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哦，他们在这一次也特别，中共也特别在两会特别声明了，香港要由爱国者来治港，爱国者来治港。这还蛮有趣的。到底中共的眼中，这个香港的爱国者是哪些呢？这个其实蛮抽象、蛮模糊的。我们看到几个答案呢。当然比较早就是2月下旬的时候，夏宝龙就出来讲说，要爱国者治港。当时大家很惊讶说，这是一个新的词汇，虽然不是新的概念，但毕竟是一个新的词汇，所以大家就拼命探讨这个问题。所以前几天吧，有人就问了林郑月娥。林郑月娥就故作轻松这样讲，他说：第一，你必须尊重和热爱你的国家跟人民，对吗？这第一点。第二，你必须支持而且真心认同香港已经回归，中国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使主权。这第二点。第三点，支持跟帮助维护香港长期的繁荣跟稳定。所以他讲了3个标准。好，那夏宝龙呢？那在2月份的时候讲完了，然后新华社把他的那个这消息发出来之后呢，做了一些引申。他这样讲的啊，他说一句话说完叫做“爱国者治港”是当年邓小平推出“一国两制”方针的核心要义。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哦，邓小平当年跟柴契尔夫人讲。跟接待了这个钟世元这些人，这个所谓这个香港士绅代表，反复讲说港人治港啊。我们等一下再谈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到夏宝龙的话。夏宝龙说，爱国者治港就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要由爱国者治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权要掌握在爱国者手里。这邓小平同志早就明确提出。港人治港要有界限跟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理香港。所以反复，中共最喜欢搞这个文字游戏。但他当初出来的文字里面包含的东西，就告诉你说是港人治港，但港人治港也不能漫无标准，不是随便一个香港人来都可以治港的。这个香港人必须爱国。好，那么大家问说，那你说港人治港，我刚不是说了吗？你说港人治港。香港人当时呢，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的香港报刊讨论什么？他港人治港，最后会不会变成京人治港？就是北京人治港？中国立刻跳出来澄清说，不会的，我们说是港人治港，就一定是港人治港。那大家说好吧，那港人治港，那会不会就搞成党人治港？港人治港、京人治港跟党人治港。当然，大家就记者啦，跟各方面这个公共知识分子就不断的提出问题，当然谈了好几年。我当时很关注的题目，后来我跟一个香港朋友谈，香港一些比较有远见的朋友跟我讲说，
港人治港呢，最后一定会走到经人治港或者党人治港，谁先谁后不确定，但是会发生。所以我当时牢记这句话，我就仔细观察，我说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呢？第一个当然是特首嘛，是，然后再就是他用了那所谓小内阁那人，再来呢就是像立法会的这组成什么等等。好，我们就仔细观察呢，我们来看特首。我记得我们会谈过这个事情，香港第一任特首叫董建华，那很明确，他是一个香港的商人，而且过去呢，轻微的亲共。但是大家可以理解是因为他做生意，所以人在屋檐下他低头了。但他毕竟是一个商人，大家觉得说这样子可以接受。中共也算清楚了，如果第一次我就推出个你们受不了人的话，那这个玩不下去了。所以我必须推出一个你们能接受人出来，所以推出了董建华。坦白说，当时看起来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在安抚香港民意乃至安抚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好选择。我说就往下看，第二人是曾荫权，曾荫权是文官体系出来的，英国人的味道比较重，但是大家可以接受。第三个是梁振英，当时我就说梁振英有点奇怪，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很准确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说他的讲话呢，用字遣词，跟他那种风格，跟他那种行事的那种作风呢。我觉得跟我们传统中想象中的港人呢有差距，但现在又说不准的问题在哪里，我就嗅到这个东西，但是说不清楚，就慢慢讨论越来越多，最后人就把底掀出来了，他是地下党员，当年就参加过什么，所以地下的港共，香港共产党，这下我明白，我说那这样我的感觉就很明确了。所以从一个纯粹的商人走到文官，然后再走到这个地下党员。那我们就可以猜了，下一个香港特首呢，一定是党员，他不会公开身份，但一定是党员。所以林郑月娥上来，当时很多人对他有很高期望，我说不用期望了，按照中共逻辑是一定越收越紧，中共绝对不会说在收香港到最后把它越放越松，没有这个逻辑，所以一定会越收越紧。我说不但特首会收紧，底下这些高阶官员有些可能已经被买通了，被统战了，然后不被买不被通，他已经洗掉了，已经把你淘汰掉了。然后警队什么一步步他要抓在手里面，因为对他来说呢，既是政权又是枪杆又刀把什么，我全部都要抓，还钱袋子我都要抓在手上，所以一步步抓过来，结果就是最后呢，经人治港呢，可能表面看不见，但是党人治港呢已经出现。好，我记得林郑刚刚当选当选之后没多久，还有一些香港朋友还心怀期望的问我说：“那你觉得林郑怎么样？”我说：“你不要多想了。”我说：“如果梁振英都那样做成那样讲话的话，你对林郑还能有什么期望呢？”我说：“一定是越来越弱，而且越来越贴近中央，越来越接近中共，所以你不要有太多期望。我说你真想干什么事儿呢？你就帮自己打算就好了。”所以走到这一步呢，你说这个他们现在做出这些事情来。然后说他又讲说什么港人治港，什么爱国者治港。我说这东西当初就应该看到。简单说，就是中共对于香港的这个政权的安排呢，一定是一种过渡式的安排，也就是我要逐步过渡到我能够完全掌控，绝对不会到说共产党来了就觉得我还不能掌控了。按照共产党逻辑，他绝对不会这样办事情，所以他对香港只会越抓越紧。这就为什么这1、2年呢？我说一旦爆发的事情之后，我对香港的情况比较悲观的，基本原因在这里。这真的也令人大家更清楚的知道整个香港发展的脉络，从特首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了。就老师刚刚讲，我也信来讲，爱国者治港，其实就是爱共者治党啦，不要骗人了。基本上就是你没有这个对党的忠诚，是不可能来治港，其他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空话。那这部分我们也看到，它一定不只是在我们刚刚谈到直接特首的选举影响，它连原来立法会里面这些所谓的泛民的相关的这些民间的，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原本香港人还可以来选举的部分，我们看起来他连选举制度干脆就没动手，因为他知道民心向背，在正常的选举之下，他一定还是会跟第一次就是我们产生的这种整个我们讲的泛民派的大胜哦，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有所警惕。所以是不是他们针对选举的制度也开始要去做一些变革了？一定的啦。你记得就是前2年不是区议会选举吗？中共大败吗？他当时想都想不到吗？
所以中共一大败之后呢，立法会选举就推迟了，现在就连续推迟了。那为什么连续推迟呢？因为选举办法要改变。选举办法不改变，照这样选的话，中共觉得说我一定会选输。因为照现在香港民意，我一定选输。所以我一定要把选举制度改变到，就是香港民意绝对没办法真实表现，就像在大陆一样，绝对没办法真实表现。然后这样子，等到我一切都就绪之后，我再来看看什么时候我来开放选举。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情，他会定审查标准。定审查标准就是决定说谁是爱国者，谁不是爱国者。即便我前面跟大家读了什么林郑的讲话了，读了夏宝龙讲话，那东西核心就是你刚刚讲的那句话。我要判定你是不是爱中共，我判定你是不是爱中共，然后在中共在我共产党面前，你是不是不敢乱说乱动，这样的话才符合我的标准。换句话说，他会定一个政治审查标准。这第一个我们看到的。第二点，他会仔细去观察来参选的，或甚至将来很可能在某些选举当中会定投票者或者选举人，可能都定的标准。什么标准呢？你过去几年有没有参加过雨伞运动？有没有参加过反送中运动？参加雨伞运动的人到现在大概年轻也差不多都快30岁了吧，上下。那年纪大一点可能到40、50岁。那么你会不会混在什么地方，然后去参选？然后即便你不参选，你会不会同情他们？那反送中更不要讲了，反送中就是这2年的事情，然后这更加激烈。不过主力都比较年轻，所以中国还觉得我容易看得住，所以这2个是一个指标。参加过雨伞运动的，参加反送中运动的，甚至比较激烈的同情他们的，中共都要设一个黑名单。然后第3步呢，中共要想办法让大家彼此监视、彼此告密。将来怎么做，我们再慢慢看。他要推出一些机制或推出一些办法，让大家能彼此监视、彼此告密，就帮助我来清查这些人。然后，当然他现在比较容易做一件事情，就是香港过去相对自由、相对开放啊。他去查过去的这些记录、公开记录，从报刊、杂志、电视呢，我用人脸辨识，用各种各样的辨识，你参加过活动的、露过面的、讲过话什么，我全部照册，然后再来查社交媒体。查脸书了，查这了，查那，查 Instagram 什么的，查 TikTok 什么的，凡是上面露过面的，对于刚才讲的这些运动了，或对这个方向呢，参加过的或者表示过同情的，甚至按过赞的，可能我都帮你定册。定了册之后呢，我就要对这个参选人呢做很严格的规范。所以对立法会、对特首，甚至对区议会的参选人，他会定很严格的参选人的标准。用你的话一句话说，就是爱中共了，就不能反中共。所以参加过这些活动呢，强烈表态支持的，都会定义为不爱中共，就是不爱国。这就是很明确了。好，那么这么一来呢，参选人背景呢都界定好之后，立法会的参选规定会收紧。立法会参选规定收紧之后呢，这个立法会呢，就像我们几年前说的，会人大化，就变成香港人大这个东西将来就废掉了。然后再来讲特首，特首选举办法会有明确的修改。那现在已经传出风声了，原来不是几块然后进来选吗？然后什么功能组别、什么组别、什么的这样选吗？所以他对这些呢，他会缩紧，然后会严格。尤其是原来区议会不是有100多席，然后可以来投的票选吗？在1000多人里面才占100多到1/10，不知道，他会把这份可能拿掉或大幅缩减。好，那缩减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看见。这样子，第一呢，特首的参选人的资格会严格受限；第二，特首的选举人的资格也会大幅的改变跟受限。所以参选跟这个投票人呢资格都限定之后呢，中共确定说这样选举都抓在我手掌上，牢牢掌握住之后，我觉得没有问题，我才放手搞选举。这是我们现在能看见的了。是，如果照老师这样的推演，我们可以想象香港的政治的样态应该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老师，你觉得那个变化？虽然我也不想再谈了，这个谈听起来一定很伤感或者是无法想象。不过我想，就老师您自己的看待，大概可能会变成什么样的样态呢？第一个刚刚讲了嘛，立法会变成香港人大，就人大化。第二，特首基本被架空。第三个，特首被架空，那实权人是谁呢？中联办主任。中联办呢，就是香港党委
啊，现在是骆惠宁，所以他将来会是个实权人物。那么在政党方面呢，现在有这些政党呢，说不定会萎缩、会弱化，尤其泛民会大幅弱化。但是我们看见一个新的政党可能会冒头，这政党就是现在大家说的紫金党。紫金党呢是高阶的这个政经商的精英了。那这些就是一部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二方面就是想积极靠拢中共的人，他们会参加紫金党。那么有些有条件、有身份、有地位，他不想参加紫金党，但是会被中共动员参加紫金党，但他是被动，但他参加了。所以这么一来呢，在香港政坛上面啊，不管在行政或所谓的立法部门呢，甚至在司法部门，我们看见就是所谓的爱国者会大量出现。用香港话来说，叫做突然爱国者。过去不爱国，现在突然爱国，为什么？因为中共压力大了。那么中共当然知道，所以将来这些人会逐步淘汰。所以他们现在说要清除一些中层的废物。那将来可能有看见一个清洗，这我们现在可以预判的。这听起来真的是我们最担忧的一个状况啊。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大家就很好奇，如果照这样来讲，政治我们谈到的，连这些老实讲，去动民意代表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如果你是正常在民主国家来讲，一个国家去逮捕其他政党的这些民意代表。这个不可思议。如果特别不是所谓的我们谈到的立即的贪污犯罪，这只是一个在价值上或者是不同的一些观点的部分会被带入，很难想象。如果连民代都敢这样的动，我觉得那接下来民众街头运动啊、群众运动，那个我们过去看到那个100万人在香港街头，是不是成绝响呢？应该是很难再看到了。所以群众运动呢，基本会消失。然后学生运动会消失，然后中共做就是大幅收紧，刚讲说告密啦、社会控制什么等等，然后呢被中共买下来的或者叫黄金蓝这些黑社会呢，反而相对会比较活跃，因为中共觉得说，如果我不能用警察有效控制每一个角落的话呢，某些地方我就用黑社会了啊，就像各位在元朗啊什么样看到这情况，然后同时呢在这个香港呢，会推动一个全面的爱国教育的大洗脑。那不但就是报章杂志上面或传播媒体上会连篇累牍的去洗脑，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交媒体上面也会大幅洗脑。所以这个东西我们看到，然后再来呢，会在学校里面大幅推动，然后把它列入考试范围，学生会被彻底洗脑。然后会告诉学生说，你前几年参加的东西是错的，你现在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所以标准就是刚才林郑月讲的，你要爱国家啦，要接受中共统治啊什么等等。我不是说不接受，而是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嘛。啊，这第二部分。但第三个部分呢，香港人不会这样屈服，因为香港人已经晓得自由的滋味。尤其年轻这辈，他们是在街头抗争过来，他们晓得。所以如果是街头上不去的话，其实1年多前我就预测。如果最后街头上不去，议会不能发声，那最后怎么办呢？就只好打舆论战，舆论战也只有一个管道可以走，就是破墙或者就是翻墙或者破网了。也就香港人认识到说，必须要把这些外界的跟世界上真实消息推到大陆里面去，就是把火烧进去。火烧进去之后，推动大陆里面的变化，香港才有可能变化。那么当时我就预测，我说可能最后香港人就认识到这一步。当时我讲得早，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所以现在慢慢这事情走到这一步呢，大概已经提上议程表了。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将来呢，这战场呢，其实中共已经把这战场自己把火烧进大陆里面来。就你香港不能正常释放的时候，火就会烧进来。它等于是逼香港人要把火烧进来，这将来我们看到的局面了。对，这个我想老师刚刚提到，也是我们提到的，就是说大家会提醒说，今日香港是明日台湾。其实老师刚才提到，那就是今日香港应该是明日的中国，或者甚至是明日我们所有追求自由民主国家的一个典范哦。因为我们如果说透过这些香港的这些变化的努力哦，虽然现在看起来在前景上，我们谈到现实目前的条件是较为不利，可是我想人还是关不住那个自由的心，就像老师谈到那个叫人性。我觉得中共在做的是违背人性，特别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你看到从香港案例，就是他在输出威权的、独裁的，在用一个不好的方法，在解决人家在追求自由民主的共同的可能的想象。其实我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啦，就是说中共号称这个9000万党员，我们有时候看我们这个即将迈入16万的订户，
好像差蛮多的。当然很多观众马上就留言啊，安慰说不要这么想，这个他们的9万党员有的很虚假，有的就是老师讲的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这个10多万的这个订户是非常扎扎实实哦。其实我非常感谢大家给我们的一些鼓励哦。我一直自诩，像我相信明老师也扮演这很重要的角色。有时候我们觉得这真的推动得了中国的改变民主化吗？我有信心呢。如果大家玩过骨牌的游戏，那个几万几百万张的骨牌不会同时倒啦，重点但要有第一张这个脑袋清醒的骨牌。那更何况，我认为其实全球，因为我们这10多万甚至更多的朋友脑袋清楚的人还是不少，所以当我们愿意成为第一块骨牌，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第一块骨牌，我们还是相信假以时日，终将可以形成我们期待的那样的一个愿景哦。那中国民主化，我们还是希望指日可待。那这部分就大家一起加油。今天再次感谢明老师哦。那同样的，我们也是一样跟香港朋友说，我们会继续我们的节目，还是会持续的关注，我们还是会透过在台湾的这些录制，同时让全世界更多的朋友提醒他们不要忘记香港，那让香港成为推动中国民主化非常重要的一块骨牌。那再次再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我们明居正老师。